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何文。北京表面上一片风平浪静，张又侠在人民日报上再吹袭，全运会上又陪笑同框，仿佛已经向习近平彻底的低头。但是原海军中校参谋姚成提醒，这不是投降，而是将计就计，欲擒故纵。在习近平的福建帮和张又侠的陕西帮的决斗中，张生明这位习近平军中的刀把子突然调转刀口，与张又侠、刘振立站到了一起，构成掌握真枪实弹的军中铁三角，制衡拿着军委主席虚名的习近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四中全会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剑拔弩张的关系缓和了。公开场合，张又侠似乎很配合习近平。他虽然没去参加11月5号在海南三亚福建舰入列仪式，但是却参加了11月9号在广州举行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并陪习近平同框合影，笑得很给面子。11月12号，张又侠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全文至少20次提到习主席，捧习的肉麻程度虽比不上胡春华，但让不少军迷都看不下去。原海军中校参谋姚成解析，这不是投降，只是将计就计，欲擒故纵。姚成的分析很直接，四中全会上，中共元老们给过习近平一个台阶，只要他愿意签字退位，军委主席可以体面的交班，张又侠接过军权，军委班子也好补齐。但是习近平死活不签，不让位。他想连任到中共21大，甚至中共22大，心里那套说辞早就准备好。祖国统一重任在我身上，我不能走。既然如此，张又侠也就顺水推舟。好，你要当军委主席，那我就帮你把舞台搭到最大。于是我们看到，四中全会宣讲会上，他带头高调念2个确立，唱习主席建军思想。福建舰入列仪式让习近平占C位，自己退到幕后。跟军队关系不大的全运会，他却专程南下，跟习近平同框出现在镜头里。紧接着在人民日报发长文，几乎每一段都捧习一次。对外的画面是，你看习近平还是军委主席，还是万军之主。但对内部军队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真正在布置战备、调整人事、维持指挥链运转的是张又侠。习近平只是头衔还在，却叫不动那些握着真枪实弹的部队。张又侠做的是一个看似矛盾，但是很聪明的操作，把军队里那些摊解不开的烂账完整的还给习近平，自己则抓着实权，悄悄安排接班人，准备2年之后抽身。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两人斗得这么凶，张又侠又为什么敢把习近平顶到前台，看上去还配合得挺卖力？姚成的判断是：一，张又侠没有当老大的野心，他很清楚，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不是谁上来都能解决的，他要的不是坐龙椅，而是一个能安安稳稳干2年，把军权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然后平安退休。2，他看得比习近平清楚，台海战争没有胜算，以现在的美日军事实力与联盟体系，一旦介入台海战争，中共根本讨不到便宜。新上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中共态度强硬，已经公开把协防台湾讲到明面上。美国远在万里之外，但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一岛链部署，让台湾变成一个高度联动战区。今天的解放军官兵已经不是50年代韩战时那批一喊就冲的兵，过去的志愿军很多都是农村子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靠一套为国捐躯的宣传就能推上战场。现在的官兵手机在手，谁都知道山那边是什么样子，一旦是真打美日联军，多半是有去无回，谁愿意当炮灰？对张又侠这样真正打过仗、管过军队的人来说，
台海一战不只是政治任务，而是明摆着的军事死胡同。所以在他眼里，习近平念念不忘的武统台湾，不是立功捷径，而是拖死共产党、拖死中国经济的一把刀。也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张又侠选择了另一条路，不跟你硬顶，改用借力打力。具体的做法大致是这样几步：一、礼节上给足习近平面子，大型活动同框，党报长文狂捧，口头上把2个确立习主席决策挂在嘴边，让习近平产生一种错觉，你看军队又回到我手里了。2、实权上继续抓在自己手里，军委班子不补齐，大量要害部门由代理模式维持，把自己信得过的人往关键节点上送，比如张生明。这样一来，哪怕名义上习近平还是军委主席，真要下命令，还得经过张又侠这一关。3、时间上给自己留出2年操作期，距离21大还有2年左右，足够完成一轮军中人士的深度调整，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各大军种、战区、军委机关关键部门。到时候，张又侠就算是从前台退休，依然可以垂帘听政，军权实际还是在自己这一系统手里。在这套设计下，习近平拿的是虚名，军委主席统一大业、历史使命；张又侠握的是实权、人事任命、指挥链与军心。而一旦台海经济、外交任何一条线彻底崩盘，账最后都会记到谁头上？写在教科书上的只会是谁当时是军委主席。4中全会之后，现在的中央军委只剩下4个人，名义上的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实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张又侠，新任军委副主席掌军纪委这把刀，又掌政治工作的张生明，掌握调兵权的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表面看是一主3副，实际上是一个虚位董事长加3个实权合伙人。更关键的是，这3个掌实权的人，今天都不是习近平的自己人。往前翻8年，2017年，习近平亲自提名，让张生明出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手握军中最大的刀把子。19大前后，张生明配合习近平连斩2个军委大员黄峰辉、张扬，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是总政治工作部主任，都是军委副主席的潜在竞争者。这2刀砍下去，直接帮习近平清扫了军中最后的2座独立山头。那时候谁都觉得张生明就是军中的王岐山，是习最冷酷、最可靠的打手。但是权力游戏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真正让局势翻盘的是2022年的20大。那一年，一个叫何卫东的人坐上了习近平亲手点火的火箭。20大前，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几天之内连跳3级，直接被送上中央军委副主席，中间跨过了中央军委政治局委员2道天堑。对旁观者来说是破格重用，对已经在军委做了5年的张生明来说，感受只有一个：原来我只是一次性工具，等习的嫡系长大，我这把刀可以随时被丢掉。再看当时7人军委的构成，习近平1个主席，2个副主席，老资历的张又侠和火箭式窜升的何卫东，4个委员，刘振立、李尚福，一般被视为张又侠的人。苗华、何卫东出身31集团军，都在福建南京军区那条线上一路升上来，那是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一路起来的嫡系部队，是铁杆中的铁杆，习家军。这么一排队，习这边习加何卫东加苗华等于3票，张又侠这边张又侠加刘振立加李尚福等于3票，剩下1票正好是张生明。这让张看到自己从握刀的人变成了夹在2派中间，随时可能被2边都怀疑的那颗中间砝码。
而在中共的权力场里，这种中间人往往最危险。2017年那条时间线是给张又侠的一道防火墙。接下来，火箭军大案爆发，装备系统、发射系统、采购链全被翻了个底朝天。习派那边的思路很简单，顺瓜摸藤，一路查到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把张又侠这座老山头端掉。这个时候，正握着军纪委刀把子的张生明，如果完全按习近平的意思办，那条腐败线索征集时间可以往前追很多年，再追回去，就会追到张又侠当总装备部长的那几年。但是最后真正的操作是，公开征集贪腐线索的时间被技术性的划在了2017年10月之后。2017年9月，正是张又侠离开总装备部转岗军委副主席的时间点，也就是说2017年之前的装备腐败一概不算，所有的账通通算在后任的头上。这一刀看起来只是个办案细节，实际上是张生明向张又侠扔出来的一张求生投名状。习要我用这刀杀你，但我知道杀了你，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从那一刻起，两个人心照不宣地站到了同一条船上。张又侠明白，军纪委里有了自己的内应，张生明也明白，只有保住张又侠这座山头，自己才不会被卸磨杀驴。刀还在他手上，但刀锋已经悄悄调转了方向。接下来的剧情就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反向清洗。表面上，张生明仍然是最卖力执行习近平反腐意志的人，哪里有问题查哪里，将军一个一个的被拉下马，山头一个一个的铲平。但是如果你把这几年出事的高阶将领串起来看看，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倒下的大多是何卫东、苗华那条福建31集团军系统的人。从火箭军到部分军种、战区，只要是20大后被火速提拔，被视为何卫东接班梯队的将领，一个接着一个出事。这不是随机反腐，而是精准拆除福建帮军中神经与血管。到2025年，这场清洗迎来高潮，何卫东、苗华先后垮台，习家军在军中的骨干被连根拔起，而接替苗华掌管全军政工作的，就是这位军纪委出身的刀把子张生明。他一上任就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肃运动，要求全军少将以上将领人人写材料，个个讲清楚自己升迁过程有没有送礼走关系，有没有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表面上是帮习近平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实际上是把还站着的所有高级将领重新排队过秤，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小辫子亲手交到他手里。这是一场彻底的军中效忠仪式。只是这一次，绝大多数人心里明白，真正值得怕的已经不是那位走不进军委大楼的军委主席习近平，而是坐在军委办公室里董事长纪检与政工大权的张生明。于是我们看到四中全会之后几个极异常，但是又互相咬得死死的细节。一、少一级的晋升，张生明顺利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却没有按照惯例同步进入政治局。这不是习的强势安排，更像是各方决力之后，习近平被迫签下的一纸城下之盟。军方要他当副主席，习挡不住，但习用仅剩的总书记权威，死死不让军方再往政治局里扩张一步。这三块拼图拼在一起，画面就非常清楚了。一个以张又侠为核心，以掌纪检加政工的张生明，掌作战加调兵的刘振立为左右手的军中铁三角已经成型。习近平是名义上的军委主席，却有位没权。张又侠是军委副主席，但是实际在代理主席的角色与工作。再往下就是一整串代理司令、代理部长、代理主任。这种从顶层一路传导下去的代理模式，成了张又侠治军的一大特色。他已掌握实权，却没有正式任命的最后盖章权。
只能把重要位子通通先代理起来。原来中央军委7人，四中全会之后依然缺3人。姚成的判断很直接，不是没人，是习近平与张又侠不让对方的人进去，2个人都握着枪，谁也不肯放。习近平要把自己的亲信塞进军委，张又侠不同意，张又侠推荐的人，习近平也拒绝，结果就是军委半瘫痪，上将层大断层，中将少将被迫顶格代管，全军年度战备训练任务无人批准。姚成说得更直白，海军司令都没有，你让海军怎么打仗？副司令谁敢做主？做错了人头落地，谁都不敢拍板。军中最怕的不是没有命令，而是上面没声音。因为年度战备考核无人签批，2026战备训练大纲无人制定，各军种的训练计划根本写不下去。你上面不定调，下面根本不知道明年干什么。姚成甚至带着几分无奈的预计，这样斗下去，军队就要乱。从结果来看，代理模式有几个明显的后果：一、干部心态散，代理职务没有安全感，今天在这个位置，明天可能换人。很多人采取挨日子心态，反正不是板上钉钉的职务，做多做少都一样，何必真心投入？二、部门运转打折扣，一个要害部门长期处于代理状态，决策自然趋向保守拖延，没有人敢拍板大改大调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三、战时风险成倍放大，和平时期顶多是训练计划装备采购拖一拖，可一旦台海南海真正的出事，指挥链条上的每一个代理都可能成为谁说了算的争执点。从逻辑上讲，这绝不是一个真正掌握军权者会主动选择的治理模式。现在看到的是，上将一个个出事，位置却长期不补；中将、少将被推上前台，却始终戴着代理的帽子。国防部长进不去军委，军委班子迟迟无法补齐。这种卡在半空中，谁也下不来，谁也上不去的状态，本身就是习近平与张又侠权斗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姚成才断定，军队里大量的重要岗位靠代理撑着，说明一件事：习近平的军权已经旁落，而张又侠也没有彻底赢。张又侠虽然掌握了军队实权，但是没有正式任命权。习近平保住了军委主席的头衔，却指挥不了真正的枪杆子。代理模式恰恰是这种僵局具体落在军中组织架构上的形态，它肯定不会是长久之计，也意味着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更加激烈、更加撕裂的下一波斗争正在酝酿中。你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